故事开始，品牌哥想先跟大家做一个小调查。知道德芙、士力架、豆的，请在弹幕上敲0；知道马氏公司的，请在弹幕上敲1。虽然写这篇文章时，品牌哥我还看不到大家的投票，不过不出意外，屏幕上应该都是满满的0吧，然后极少数的1掺杂在其中，是不是感觉像极了某种生活的隐喻呢？不过也不怪大家对马氏公司不太了解，因为相比起他旗下的这些大名鼎鼎的零食来说，马氏公司自己实在是太低调了。作为全球最大的私人企业、最大的糖果制造商和巧克力生产商，马氏公司一直坚持不上市、不公布财务报表，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神秘的就像你那个至今还未出现的男女朋友。所以今天品牌哥想带大家一起走进这个神秘的糖果帝国马氏公司，看看它的背后都有哪些故事。马氏公司最早就是卖巧克力起家的，第一代缔造者是弗兰克·马氏，他从小就跟母亲学习制作巧克力，19岁时开始靠卖巧克力为生。不过弗兰克似乎并没有什么经商的天分，导致其经营的多家糖果厂最后都以倒闭收场。多次失败之后，让本就不太富裕的弗兰克变得更加穷困。也许是对弗兰克的多次失败感到失望，他的妻子选择了离婚，带着儿子弗瑞斯特去了加拿大。弗兰克再次见到弗瑞斯特，已经是他19岁的时候了。19岁的弗瑞斯特野心勃勃，帮助父亲开发了新产品，将公司带上了发展的新台阶。不过却也由此酝酿出了一场父子间的权力之争。这里先埋个伏笔，具体怎么斗争的，我们后面再说。虽然屡战屡败，但头铁的弗兰克却并不认怂，而是在1923年又创办了一家公司。这一次，好运之神似乎终于眷顾了他。他研究出了一种焦糖、坚果和巧克力混合而成的糖果，推上市场后大获好评，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这家名为 Maro Bar 的公司也就成为了后来马氏公司的前身。某一天，正在工作的弗兰克接到了芝加哥警局打来的一通电话，称其儿子弗瑞斯特因为在街头非法张贴香烟广告而被逮捕，需要弗兰克过来保释他。在警局，弗兰克见到了这个自从和妻子离婚后就再也没见过的儿子。闲谈中，弗瑞斯特知道了父亲在市就深受欢迎，因为在那个时候糖果不易保存，而银河棒因为覆盖了一层巧克力，相当于多了一个保护层，使得糖果的新鲜度能维持较长时间。另外，当时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巧克力产品是好时巧克力，银河棒放在好时巧克力旁边，同样是5美分的售价，产品却比好时大了1倍，这让美国人民觉得更加划算。所以银河棒在上市短短2年内，销量就达到了80万美元。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银河棒被摆在好时旁边，抢去了好时的一部分销量。但是银河棒外面的巧克力包衣其实是由好时提供的。在1927年的时候，马氏公司购买好时的巧克力就已经为好时贡献了其收益的20%，成为当时购买好时巧克力原料的最大客户。但这个最大的客户后来却变成了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不管是在美国市场还是在日后的中国市场，一手奶大了自己竞争对手的好时，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后悔过当时给马氏公司提供巧克力。1930年，马氏公司开发出了后来其产品线上最重要的一款产品——士力架。据说士力架的名字是来源于弗兰克很喜欢的一匹马，就是不知道这匹马是不是也很喜欢吃花生呢？士力架推向市场后同样大获成功，马氏公司也一跃成为当时仅次于好时的美国第2大糖果制造商。不过，在马氏业绩欣欣向荣的背后，却是一对矛盾的父子。对于父亲弗兰克来说，马氏公司能取得现在的成功，已经很出乎他的意料了。他觉得非常满足现在这种大金链子小手表、1天3顿小烧烤的生活。但是对于野心勃勃的弗瑞斯特来说，这只是个开始。他清醒地认识到，好时公司不是他们的合作伙伴，而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他想让马氏不断地扩大。在公司的经营理念上，两人也存在着很多矛盾。弗兰克心慈手软，即使是没有什么业绩的员工，也因为此前一直在公司工作，弗兰克对于他们也并未有过辞退的想法。但在弗瑞斯特眼里，这些不能给公司带来效益的员工对公司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不辞退难道留着过年吗？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积月累，越来越大。最终，福瑞斯特被父亲逐出家门，一并带走的只有5万美元和银河棒的海外销售权。在20世纪30年代时，欧洲的巧克力产业比美国更加繁荣。带着对巧克力事业的浓厚兴趣，福瑞斯特远赴欧洲进行学习。他先后在发明了畅销100年的三角牌巧克力的比利时人让·托布勒的工厂里和亨利·雀巢的工厂里工作。从他们的身上，福瑞斯特学到了很多从父亲那里学不到的东西。之后，他就在欧洲创办了自己的企业——福瑞斯特马氏食品制造公司。在研究了欧洲人的口味后，他改良了银河棒的配方，推出英国版银河棒，并以家族的名字命名为马氏棒。马氏棒一经面世就大受英国人的欢迎，只用了3年时间，福瑞斯特就赚到了超过父亲公司1辈子的收入。到1939年时，福瑞斯特马氏食品制造公司已经成为英国第3大食品制造商。但不久之后，2战爆发，英国政府开始对外国人征收高额税费，福瑞斯特的公司也随之撤回了美国。衣锦还乡的福瑞斯特并不满足于马氏棒所带来的成功，而是在战争中看到了新的商机。原来，在几年前的西班牙内战中，福瑞斯特发现士兵们常常吃一种裹着厚厚糖衣的巧克力。在烈日下，这种糖衣能减缓巧克力融化的速度，这给福瑞斯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又正值2战期间，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他觉得这种产品一定会有巨大的需求。而事实上，军用巧克力也一直是美军的标准口粮之一。在2战时，发给美国的巧克力大部分都是由当时全球最大的糖果生产商好时生产的。这些巧克力对于抗高温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士兵们打仗常常要在烈日下行动，还要把巧克力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一般的巧克力肯定是受不了这样的高温就会融化的。而好时研究出了对抗高温的方法，就是提高巧克力的硬度，但这样一来就会大大影响它的口感。所以在1939年回到美国后，福瑞斯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时任好时公司总裁的威廉·莫里，告诉他自己找到了能让巧克力保持硬度，同时又不会影响其口感的方法，希望好时能出资和自己一起开发出这种产品。并且福瑞斯特还给出了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条件，就是你跟我合作的话，我会把你的名字也印在产品上哦。对于一个商人来说，谁不想把自己的名字留在商品上，让名字和商品一样流芳百世呢？所以威廉·莫里同意了福瑞斯特的建议，一起合作出资20%，并派出自己的儿子到马氏公司提供技术支持。1941年，裹着彩色糖衣的 M&M 巧克力豆正式问世。M&M 代表的就是2位创始人马氏和莫里。上市后的 M&M 巧克力豆因为一度被要求只能供应给美国军方，而导致市场上大量断货，供不应求，普通民众想吃也吃不到。言归正传，再说回马氏公司。M&M 豆推出之后，虽然受到了欢迎，但是威廉·莫里的儿子也逐渐发现福瑞斯特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不久之后，他就把自己20%的股份都卖给了福瑞斯特。好时在 M&M 豆中留下的痕迹就这样消失了。所以今天在马氏公司或 M&M 豆的网站上，你都完全看不到好时协助开发 M&M 豆的这件事。不过好在威廉·莫里还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到1950年时，为了扩大 M&M 豆的销售额，福瑞斯特聘请了广告公司就 M&M 豆的销售进行仔细研究。他们发现 M&M 豆非常吸引小孩子，但小孩子没有钱，购买的权利都在大人手上，所以他们转而把营销重心放到大人身上。之后，广告公司就想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广告词：只融在口，不融在手。这对于父母来说就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最怕小孩子弄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而且这句广告词还有一个悬念，就是父母会想到这东西真他喵的有这么神奇，不会化在手里。事实证明，这个广告是成功的，播出后就立刻带动了 M&M 豆的销量，使其迅速成为1956年最受欢迎的糖果。其实不只是 M&M 豆，马氏旗下的所有产品广告做的都很成功，比如丝滑到让你连椅子都坐不住的德芙，和流水的代言人铁打的士力架。而和 M&M 豆一样，凭借成功的广告打开市场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农夫山泉有点甜的农夫山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广州好迪等等。好像无论过去多少年，这些广告词都会一直留在你的脑海里，进而让你想起这个产品。虽然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福瑞斯特的心里还一直有一个过不去的坎，那就是父亲的公司。其实父亲弗兰克早在福瑞斯特离开1年之后，就已经因为突发的心脏病而去世了。
所以这也成为了福瑞斯特的一个心结，就是无论他现在再成功，他都无法向父亲证明自己当初提出的想法是对的。因此，福瑞斯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父亲的公司收购回来。在 M&M 大获成功之后，福瑞斯特就开始慢慢的收购父亲公司的股权，终于在1964年完成了2家公司的合并，福瑞斯特成为了马氏公司最大的掌权人。之后，福瑞斯特也按照自己的个性对马氏公司进行了彻底的变革，如砍掉公司管理层的福利，取消他们好听的头衔，不给他们配秘书和大的办公室，所有员工上班都要打卡，迟到就扣100%的工资。除此之外，他还要求巧克力工厂45分钟就要彻底擦洗一遍地板，每一颗士力架上面不多不少刚好要有15颗花生。对于这一点，好奇心比较强的小伙伴可以买条士力架回来验证一下，然后评论区告诉我们是不是刚好有15颗花生。不过，虽然福瑞斯特脾气暴躁、低调又古怪，制定的各种严苛制度看起来也是不近人情，但是马氏公司在美国一直都被评为是最适宜工作的公司，因为它的员工待遇在行业里一直都是领先的。在美国，如果你能从马氏公司退休，那就意味着你会成为一个有钱人。在马氏公司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福瑞斯特对于开疆扩土的糖果公司福瑞斯特根本就看不上，所以在2008年，马氏公司联手巴菲特出资23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糖果巨头箭牌公司。完成收购之后，马氏成功的把吉百利从全球糖果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自己坐了上去。这里有一个冷知识是，我们的童年记忆大大泡泡糖此前就是被箭牌公司给收购的，和大大一起被收购的还有针织棒棒棒糖、舒奶浓奶糖等。而随着箭牌被马氏收购，这些产品自然也就归在了马氏门下。但是马氏食品线如此丰富，箭牌本身的产品线也不逊色，大大这样的小产品自然也就没什么推广，无人问津了，只能被归为怀旧零食，躺在我们的记忆中了。除了庞大的零食帝国之外，马氏还拥有一个庞大的宠物帝国。这意味着马氏公司不仅承包了你的零食，还承包了你家主子们的口粮。当你在铲屎的时候，马氏公司其实都跟在你背后默默地产黄金。马氏公司旗下已经拓展出11个宠物用品品牌，包括宝路狗粮、皇家狗粮、伟家猫粮等，总价值已超过10亿美元。其实早在1934年，当马氏棒在英国大获成功后，福瑞斯特就已经把眼光转移到了宠物食品上。他买下了 Chapel Bros， 一家生产罐装碎肉的英国狗食工厂。在当时，给宠物买专属粮食的概念还没有兴起，它们通常只吃人类剩下的饭菜。福瑞斯特由此看到了商机，主打富含营养的宠物罐头，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很快成为市场的领导者。在宠物用品之外，马氏的宠物帝国还延伸出了遍布欧美的宠物连锁医院。从2007年开始，马氏就踏上了对宠物医院的收购之路，先后收购了班菲尔德、布鲁珀尔等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宠物连锁机构。2017年又斥资91亿美元收购 VCA Antech。VCA 是美国最大的连锁宠物医疗机构。次年，马氏又收购了欧洲连锁宠物医院 Anicuro， 进军欧洲宠物护理市场。多次收购之后，马氏在欧美地区已经拥有了2200多家动物医院。如果以1923年弗兰克创立的马氏公司前身 Marlboro 来算的话，马氏公司今年已经有97岁高龄了。与那些已经面临品牌老化、想要努力拉近和年轻人距离的品牌不同，马氏公司似乎一直都走在年轻人的身边。当下最火的梗、最流行的偶像，你都能在马氏旗下的产品广告里看到。可能糖果行业就是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吧，永远也不会老。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白酒品牌之一，它拥有中国最古老的并一直沿用至今的地学式曲酒发酵窖池，曾在1999年被摆上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国庆宴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是超越茅台的白酒之王。然而几十年的市场沉浮，作为曾经的行业老大，如今却被茅台赶超，市场价格一路走低，品牌形象也日益模糊。新任领导披挂上阵后，能否为它带来新的发展？触摸品质，发现未来，欢迎观看10万个品牌故事之五粮液，曾经的中国酒业大王，如今的千年老二。1909年，在四川宜宾一家酒馆内，众多社会名流、文人墨客齐聚一堂，
觥筹交错间，谈古论今，热闹异常。正当大家欢声笑语畅聊之际，一位名叫邓子军的来客打开了他带来的一坛酒，瞬间酒香四溢。出生在川九甲天下的宜宾，五粮液从一开始就自带光环。自先秦的伯人利用种植的麴造酒开始，到唐代4种粮食酿制的春酒、重碧酒，再到宋代的杂粮酒，都是五粮液的前身。宋代不断成长后，又在明朝焕发光彩。1932年，五粮液终于成功注册了自己的名字，这就相当于你在出生之后把名字写在了户口本上，拥有了官方的证明。虽然对于早就美名远播的五粮液来说，这个登记来得有点晚，但是也不妨碍他的名字在中国白酒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59年，五粮液酒厂正式成立，凭借着悠久的家族历史和独特的口感，五粮液逐渐盛名于世。现在的你要是去宜宾的老街上走一走，还会发现有很多遗留下来的古窖池，据说站在门外能嗅到空气里飘散出来的阵阵酒香。这些老窖池作为五粮液的酿造基地，600多年间使用从未间断。而窖池的工人会告诉你，这些老窖里最值钱的就是窖泥，窖泥生在哪儿就长在哪儿，离开了这片古窖池，真的可都是五粮液。当时的五粮液，无论是销售我们所熟知的茅台、泸州老窖等，都在这一时期焕发了新的活力。然而好景不长，为抑制市场经济下开始逐渐显现的通货膨胀，国家开始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整。这一调整也对白酒行业产生了影响。1988年开始，国家禁止在国宴上使用烈性酒，开放名酒价格，严禁公款宴请，缩紧银根。白酒行业的第一个冬天来了。面对贷款贷不下来，粮食减产，销量降了一半。当时时任茅台酒厂厂长的邹开良说，走投无路了。接着茅台搞起了降价大促销。然而此时的五粮液却拿到了工商银行的600万贷款。有了金主爸爸的保驾护航，五粮液就有了保质保价格的资本，价格不但没降，反而日渐上涨。1998年，扩大生产的五粮液继续涨价，终于贵过了茅台。1999年，国家领导人来到了五粮液，明确指示要好好保护好五粮液这块牌子。有了最强大的支持，五粮液被摆上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国庆宴席。当时五粮液号称国酒，风光无限。黑白电视机里传出来的广告语“中国的五粮液，世界的五粮液”，可能在那时就深深印在了每一位80后孩子的心里。此后的几年里，五粮液如日中天，产品供不应求。尽管五粮液一再扩大产能，依然无法追上市场需求的脚步。为此，当时的五粮液集团想到了经销商买断和 OEM 们贴牌生产的模式，也就是允许其他品牌利用五粮液的影响力，坐上了国内白酒行业的头把交椅。而茅台那几年一直沉浸在提高产能的困境里，对市场和商业化极其不敏感。可以说，那些年的茅台是被五粮液吊打并按在地上摩擦的。20世纪90年代是属于五粮液的时代，而全面雄起的五粮液也终于有底气敢与茅台叫板，争夺国酒名号。这名号之争一争就是好多年。上世纪末，白酒行业再次遭遇困境。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突发的朔州毒酒案，从宏观和微观上使白酒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而那些曾经让五粮液站稳江山的多品牌措施，也很快成为它的负累。贴牌酒不断出现，消耗了五粮液的品牌价值。而故事另一边，在五粮液忙着贴牌生产扩大规模的同时，茅台却选择反其道而行之。
加强建设自己的品牌建设。虽然注册国酒茅台商标屡战屡败，但丝毫不损他靠近政治的决心。他的专卖店开到了每个城市的要害位置，他始终聚焦大单品，以稳扎稳打的步调巩固官酒形象，将喝茅台推向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一路高歌猛进的茅台，让五粮液的酒业之王地位岌岌可危。2013年，茅台的主营业收入跑赢五粮液，中国酒业之王彻底易位。2005年是粮酒之争的转折点，五粮液的收入和利润增长开始出现停滞的迹象，茅台则持续稳定的增长。这一年，伴随着53度飞天茅台价格一路飙升，茅台首次超越五粮液，而这仅仅是茅台的赚钱能力初展头角。2013年，茅台的营业收入也超越了五粮液。此后的几年间，五粮液的主营收入已经无法与茅台抗衡。到了2016年，无论是销量还是增速，五粮液都远远落后于茅台。2018年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发现：许多事件的最终结果都是由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所导致的。短短10几年间，茅台已超过五粮液，一跃成为白酒行业老大。而这一切或许都在1988年埋下了伏笔。2017年，五粮液迎来新任领导李曙光。顺利交接后，李曙光开始为五粮液刮骨疗伤，提出五粮液2次创业战略，强调公司全方位改革，实现五粮液品牌价值回归，并在2017至2018年度大会上确立了五粮液集团“十三五”突破1000亿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五粮液从产品、营销、渠道等方面进行多项深入变革。1年时间，李曙光将五粮液关于卡夫食品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03年的芝加哥，创始人詹姆斯·卡夫所开设的奶酪店。它的崛起和美国烟草公司有着很大的关系。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反烟浪潮让无数烟草企业面临生存危机。1954年，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公司雷诺茨推出过滤嘴香烟，成为市场主流产品。同一时期，另一家烟草公司飞利浦·莫里斯重塑了一度被定位为女士香烟的万宝路的品牌形象，使其成为全美销量第2的香烟。
是奥驰亚旗下的子公司。2006年，事情发生了转折，卷入烟草官司的奥驰亚被迫剥离了卡夫食品，否则的话，后者也要承担数额巨大的赔偿金。2007年3月30日，奥驰亚集团将持有的89%的卡夫食品股份转让给其他股东，后者实现了完全的独立。自此，卡夫食品开始陆续收购达能饼干业务和英国最大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糖果生产商吉百利，年销售额一度达到500亿美元。2011年8月，距离收购吉百利过去1年之后，卡夫 CEO 艾琳·罗斯菲尔德表示，卡夫的业务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我们需要执行2家公司业务合并后新的战略规划。多达8个。然而，自2015年合并以来，强强联合似乎并未能给卡夫亨氏带来双赢。如今，公司的市值只剩下巅峰时的1/3。2017年，卡夫亨氏的市值突破1000亿美元，公司实现盈利109.99亿美元。然而，在迎来了巅峰后，卡夫亨氏的业绩与股票市场走向开始疯狂下跌。一方面是因为乳制品的利润降低，另一方面，卡夫食品下的很多高热量零食与当下人们追求健康的理念相违背，这都极大地压缩了卡夫亨氏旗下产品的市场份额。2018年年底，由于热狗肠和奶酪等产品的利润持续走低，直接导致卡夫亨氏净亏损126.1亿美元。此前，工的不当行为，但是在这个公司市值疯狂下跌的困局下，该事件的发生无疑让很多股东对卡夫亨氏的信心再次打了一个折扣。为了增加利润，卡夫亨氏开始陆续出售一部分品牌资产，包括加拿大乳制品业务、印度儿童饮料品牌冈普兰等，再加上6个工厂的关闭，7000人被裁员。尽管目前的形势还不明朗，但是帕特里西奥的改革已经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巴菲特曾直言，投资卡夫是一次踩雷行为。在已经打了一次股神的脸后，卡夫亨氏还能再次一转攻势，打出这第2巴掌吗？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记得关注加收藏，谢谢支持。它是一家隐藏在巨头背后的跨界集团，旗下产品几乎贯穿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他是谁？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下期节目。